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欢迎前立委蔡正元蔡委员。思敏好，大家好。国际情势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陆军退役少将李正杰将军。思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赶快来关心到是美国的白领失业潮，这个是裁员潮来临了吗？这个大海啸，川普最新消息在今天早上台湾时间，我们看到他的18分钟的这个演讲，政绩现在被嘲笑说是秀失灵秀啊。那么我们关心到是克鲁曼经济学家也示警说，美国经济衰退已经陷入在前期了，美国经济撑得住吗？今天会一起的来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今天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这一场这个演说高达了18分钟的时间，被外面笑说是吹牛秀，因为川普他高喊说，在他的执政之下，美国的物价狂跌，就业率不断的创下新高。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了一些最新公布的数据，美国在今年前11个月已经有超过110万人被裁员了，这个数字较去年暴增了54%。知名的科技业包括了亚马逊、谷歌等等，微软。裁员人数总共加起来好几万人，美国选民接下来还会相信川普的话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件事情，我们来关心到的是，现在白领方面大裁员已经扩散之后，经济学家克鲁曼警告说，现在就是美国经济衰退的前期了。包括了穆迪也在预估明年2026美国经济衰退风险高达42%，2026年的经济会表现如何？等一下我们也会一起的来做评估。最后来看到是川普这一次在演讲中，他特别提出来的未来的几个计划，包括了将会减税，还有他说呢会换鸽派的联准会主席来救经济，能够救得了吗？政策之下，生活对于美国人来说会不会有所改善？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关注。这一场川普上任1年交出的史上最自信的一场演讲，我们要来看到他一开头就先狂批前政府，他点名了拜登，他说我是在接手你的烂摊子啊！那目前接下了之后，正在努力让美国比以前变得更强大。那么我正在把它修好。他也夸口说自己的边境政策从最烂已经变成最好了。他还自夸解决了中东3000年来的冲突。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到现在建国也才77年。我们先来看一下有关于川普他这场演讲最新画面。11 months ago, I inherited a mess, and I'm fixing it. 1 year ago, our country was dead. We were absolutely dead. Our country was ready to fail, totally failed. Now, we're the hottest country anywhere in the world. We are sending every soldier $1,776. 好，这一场演讲被称作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他同时呢也宣布了一项政策的利多，说要给军人超过美国100万的这些军人，每个人可以领到1100多美元，换算新台币大概是5万多元，这个叫做战士红利。好，先来关心一下，因为他非常的自夸，说自己把这个美国的经济搞得非常的好。那生活成本，我们先来看到他谈民生，他说呢，我真的已经让美国的物价大家都可以明显感受到已经快速的飞快的下降了，包括汽车的价格现在也狂跌，火鸡价格他说跌了33%，遭到美国的农业部打脸哦。他说今年火鸡批发价不但没跌还上升，但真相是火鸡它本来就是一种亏本的商品，零售商通常会故意卖的比较便宜，把民众拉进到卖场里面去。好，第二颗震撼弹，他不断的自夸的就是他说呢，美国的就业率、就业人口，他说创下了新高，新增就业100%哦，来自私部门。但是我们也要来看到最新公布的这个美国的就业率前11个月，我们来看到他说呢，裁员人数超过4000家企业，裁员人数超过了110万人，较去年暴增了54%。光是11月份的失业率新增了70万人，更是创下了4年来的新高。好，再来看到的是当中呢，几家刚刚说了嘛，这个裁员人数最高的几家企业，包括了提到了英特尔7.5万人 ，UPS 4.8万人，亚马逊3万，雀巢1.5万，微软1.5万。Panasonic 1万，但是实在是太多了，其实念不完。至于大家很关注的这个关税问题，现在表现如何？川普他就说了，只要企业来美国设厂能够
免关税就已经吸引到了大概有18兆的资金来这边，涵盖了各个范围领域，包括了 AI。到汽车制造业等等，但是我们来看到高盛的最新数据显示呢，这个有关于这个2025年美国消费者啊，一共是要吸收自己的关税成本高达了55%，企业要吸收22%，外国出口商则是要吸收18%。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赖老师了，如何关注这一场18分钟的演讲？他不断强调了物价下跌、就业创新高。川普现在要救自己啊，因为他本身面临跛押的危机了啊，因为甚至连 CNN 就直接说你已经是一个跛押总统了。我想这个最主要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前一段时间的其中选举的前哨战，川普惨败，不管是纽泽西州、纽约市的市长的选举、州长的选举，以及这个加州的这个选民。这个从划分选区从划分的问题，川普都输了，所以很多人说你的其中选举的前哨战惨败，那会影响到他的其中选举。最近的民调都出来了，最近的民调总体上来讲，它其实没有下，39比上次的民调是38，其实还略微成长了1%啊，但是是在政务复查的3%之内，但是它的最大的危机是在于它 MAGA 的核心圈。已经分裂了，已经往下降了。之前他 MAGA 的核心圈大概是在26到29的支持度，可他现在跌到20上下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度，等于是重挫了6%左右。我想川普他最担心的就在于，如果他的 MAGA 的核心支持度再往下跌的话，他对共和党的控制力就会有问题。为什么？共和党本身这个他的当选。与否要建立在他的基本盘，也就是川普的基本盘那个20%或是26%，他会构成他的共和党的候选人，他不会落选，但是不一定当选。也就是说，这个话可能会有矛盾的哈。如果没有这个川普的基本盘，他一定当选不了。所以他一定落选，所以他一定需要川普的基本盘。可是有了川普的基本盘，不一定能当选，那还要看他个人跟中间选民。可是他没有川普的基本盘不行，川普就控制他的基本盘，能够控制整个共和党。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川普现在要救他自己的时候，他该怎么办？我觉得他批拜登是有道理的，因为这4年以来，拜登把美国的经济搞坏了，不断的印钞票，图利他的盟友。但是问题就是，川普的关税没有办法帮他解决问题。也就是说，他的关税政策没有办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没有办法减低物价，没有办法使联准会愿意降息。我想这个也是不争的事实。所以他的18分的演说我觉得对于很多的选民来说是不会买单。但是 MAGA 在这个部分里面，他强调了军人是他的铁票。对。第二个就是药品下降，这也对他来讲是有帮助的。对。所以我个人觉得他的诉求对象已经很明白了。先巩固住他的基本盘，他的战略应该是放在明年。好，所以确实这一场演讲到底民众买不买单？我们先来看到一个最新的针对美国还有川普这个整体的民调，39%是认同他的整体施政的，只有39%。那再来就是说，认为他处理经济处理的还可以的，只剩下33%。也就是说，这个真的过去拜登留下来的这个烂摊子，现在看起来民众认为川普也没有能力去解决。最后在生活成本控制的这一题上面，支持率更是只有27%，连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家都出来讲了，克鲁曼他直接示警，美国经济已经正式进入到衰退前期。尤其克鲁曼特别提到了有关于美国的就业数据，他认为说疲弱到现在可以认真的去担忧这件事情了，也就是衰退即将降临。包括穆迪最新分析报告显示，2026年美国经济衰退几率达到42%。委员怎么看有关于明年2026美国的经济衰退可能性？换上鸽派联准会主席就能够救经济吗？还有这一场18分钟的演讲，委员如何看？他18分钟的演讲当然是自吹自擂了，有的真的，有的假的，然后有的真的夸大，有的假的，基本上就是故意把它说得微不足道。
但整体来讲的话，美国明年的经济会什么状况？我个人认为会维持平盘，不会什么好，也不会什么坏。原因在哪里？就是说，明年的确是因为关税课征的问题，使得很多的美国的生活水平上升。因为美国之所以能够维持一个高生活水准，就依赖着进口廉价物品。那廉价物品上升了，咖啡涨，牛肉涨，然后 Costco 里面每一样都涨，因为跟关税有关呐。那加上为了打地缘政治啊，打地缘这个竞争啊，搞乱七八糟的，所以唯一的经济结果那是进口货物涨了。那他想说要在美国自己生产。那美国自己生产什么都贵啊，所以生活物品会上涨，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而且这是川普自己搞的，没有别人搞的啊。那可是有没有因为这样子而很多的物品下跌？对，汽车真的是下跌。为什么汽车下跌？因为以前汽车涨的时候是拜登的政策要淘汰燃油车，那现在他反而倒过来打压新能源车，所以燃油车的继续就原来的模具、原来的材料就继续生产下去了。所以难免中古车会倒出来，所以整体汽车价格下跌哈。但是这个坏的方面也有一个好的方面，就是他拿着枪到全世界去要人家投资，所以资金在明年都会大量回流。大量回流的话，它的投资金额支出会大量增加。那同时呢，这个整个就业的数字也会增加。对。那现在所谓的失业率砍了很多，是因为结构在转变。那很多过去 call center 的不用了，改用 AI 啦。这个很多的行业，可是基本上来讲，虽然有裁了100多万人，可美国总共的就业数是大概800万人。以上在运转哈。当然，它3亿多人口，大概有新增加700多万，所以林总总来讲，净增加大概6万多人。那是有史以来最少了，最少了。可是即使是如此这个失业率还轻微上升到大概1年多来最高的数字已经到4.6%。那4.6%就反映在很多的行业表示薪资就会降低再加上通货膨胀虽然是很温和，但是也超过美国人的忍受程度已经2.5% 以上了。所以整体来讲，美国人日子不好过。那 GDP 虚胖因为他明年的 GDP 可能每一个人均所得 GDP 有可能会到达9万块美元。而相对的，中国大陆的 GDP 大概只有13000到15000块，差距差不多6倍左右。可是问题是，在美国一个汉堡同样的东西，在中国大陆至少快要10倍所以中国大陆虽然是 GDP 少，但是问题它的生活水平并没有比较差，原因也在这里。所以我们整体来看，就是说明年会不会降息，要看那个联准会主席是谁。如果是哈塞特这种降息国家队，那就降息幅度就大了。那如果是那个什么沃特，那个看起来不像是降息国家队，会降，但幅度不大。那这个时候就边走边看嘛。那如果降息幅度不够的话，美国经济会在平盘下来一点点，但是不会衰退。好，刚刚特别提到嘛，所以会不会降息这件事情，因为川普已经选了一个他希望是鸽派的联准会主席上任，如果真的降息了，接下来对于美国经济会比较好过吗？这是第一个问题。顺便也是看到川普提出的是说要减税，这一些问题加上一起的话，就能够改变美国现在目前的状况吗？将军又怎么看？我不认为美国人民来讲，在明年日子会比较好过。从几件事情看出来，这次川普18分钟演讲，他演讲的主题是什么？是让美国再次负担得起。那是不是言下之意就是说，美国人民现在负担不起他们一般基本的食衣住行、基本生活所必须支出的费用，老百姓负担不起。所以川普这个演讲很明显的就是承认，换个角度来看，就是承认自己美国现在老百姓生活负担很重。第二个，我们从一个数据上面就看得出来，就是美国川普现在今年的支持率从他原来刚当选的47%跌落到现在剩下39%。那中间这个落差，我觉得对美国老百姓
那当然绝对不是因为你这个川普拿到有可能在加沙劝和止战啊，或者是俄乌战争有所成效获得的这个这个支持率我觉得很明显的，这支持率会下滑，就是因为美国人民生活的比较艰苦，所以你的支持率会下降。那我想说会造成美国这种生活会比较贫困，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来讲，当然就是关税的问题了。你美国川普自己本身错误的关税，你贸然去要求这些关税，然后想要制造业再回到美国，但是没想到的却是让进口的成本这个普遍的增加，尤其是说老百姓生活所要的日常生活所需的用品来讲，不断的增加。第二个来讲，我觉得川普自己的个性有很大的关系他自己承认自己是酒鬼个性，虽然说他滴酒不沾，但是他酒鬼个性，什么叫酒鬼个性呢？就是激进，然后这个变化莫测喝了酒的人就经常胡说八道，所以人家为什么讲他taco为什么讲他激进，就是这个原因。在这种状况下，我不认为他的新的经济政策有助于美国明年老百姓的经济生活改善。好，谢谢湘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